一只母猫叼起小猫来到便利店门前，它的眼睛注视着店里，似乎想要寻求人类的帮助。可人来人往的便利店却很少有人为它停留。母猫再次叼起小猫，可此时的大门却早已紧闭。这已经是它今晚来的第8次。那么猫妈妈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几分钟后，母猫又叼过来另一只幼崽。店里明明有人了，可为什么没人给自己开门呢？它失落的回头望了一眼，最终无奈地走下了台阶。原来猫妈妈是想把小猫送给人类，希望店里的人能帮自己的宝宝。不久后，母猫再次叼着幼崽来到门前，突然远处又跑过来一只小白猫，看样子只有几个月大小。猫妈妈嘴里叼的小猫应该是它的第2窝幼崽。它在台阶上不断地徘徊着，此时它多么希望有人能帮自己可怜的宝宝。它静静地蹲在门前等待，期盼着店主能打开那扇温暖的门。可1个小时过去了，它依旧没能等到好心人的帮助。猫妈妈带着2个孩子一直蹲守在台阶上，大女儿一边帮忙照顾小猫，一边陪伴着妈妈，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此时想救助猫咪请扣888，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，猫妈妈始终不肯离开。女儿实在拗不过母亲，也只好趴在一旁继续等着。不久后，母猫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，大女儿则是默默跟在身后。大概走了几百米，小猫在一处车库停下。原来猫妈妈把孩子都藏在了这里，小白猫守在车库的外面。几分钟后，母猫叼着另一只幼崽走了出来，和大女儿一番简单交流后，母猫又按照原路返回。不出意外，它又回到了这里。此时小姐姐被猫妈妈的坚持所打动，为了孩子能更好的生存，猫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将宝宝叼过来。大概她是怕自己的宝宝不够漂亮，所以想多让人们看看。这一幕真的让人心酸，虽然仅有几百米的距离，但她却每天重复了无数次。即使知道希望渺茫，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。有时候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能对此视若无睹呢？有人说这只猫的脸皮真厚，我想在母爱面前，它已经尽了自己全部的努力。望着那扇关着的门，它多么希望有人能推开门帮自己的宝宝。好心的小姐姐为猫妈妈拿来了食物，2只猫咪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。我们都知道母猫在生完小猫后，饭量会是平时的几倍之多，很难想象猫妈妈抚养这些孩子有多辛苦。小姐姐找来纸箱，将母猫和幼崽放了进去。猫妈妈似乎也知道人类的好意，丝毫没有表现任何的抗拒。吃完饭后，2只猫咪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也许是担心小姐姐会嫌弃自己，猫咪不断清理着毛发。此时店门突然打开，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猫妈妈已经将一只幼崽送了进去。可店主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猫，无奈这只猫每天都把孩子送过来，自己没办法才将门关上。最终经过考虑，小姐姐决定收养猫咪一家。猫妈妈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应，她的毅力和倔强让人敬佩和感动，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。这世上有一种美叫善良，不懂得爱护动物的人，也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。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这是发生在办公室让人暖心的一幕。猫妈妈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生活在狭小的抽屉里，整整10多天时间，人们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它们的存在。原来猫妈妈为了保护小猫的安全，从小便教导孩子们不要发出声音。为了避免被人类发现，猫妈妈白天躲在抽屉里照顾小猫，只有晚上夜深人静时，它才会小心翼翼地钻出去寻找食物。可即便百般谨慎，动物的天性还是让它暴露了行踪。大家发现每天早上办公室里的物品都散落一地，像是被人翻过一样，并且地面上还有一些食物的残渣。起初大家以为是小偷，可办公室里却没有丢失任何东西，门窗也没有出现损坏的痕迹。办公室的人们也是对此疑惑不已。为了查明事情真相，工作人员安装了摄像机进行观察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大家从镜头里并没发现任何异常。可到了深夜时，一只橘猫突然出现在了画面中。只见它穿过铁门的缝隙，缓缓走进了办公室。原来罪魁祸首竟是一只猫。奇怪的是，监控中并未观察到它离开的画面。老板分析，猫咪肯定还躲藏在办公室里。于是大家开始四处查找，但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，却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身影。大家对此很是疑惑，难道猫咪凭空消失了吗？最后老板想了个办法，等大家下班后，他将面粉撒在地板上，这样便能追踪到猫咪的足迹。第二天早上大家上班时，果然在地面上发现了猫咪行走的脚印。大家沿着痕迹寻找，最后脚印消失在了桌子的抽屉下。小哥打开抽屉后，发现白纸上还残留着面粉，于是他拿起手电筒，侧身朝里面看去。眼前的一幕令人感到惊讶，猫妈妈一脸紧张地看着众人，4只没睁开眼睛的小奶猫正贪婪地吸食着母乳。或许是担心孩子们受到惊吓，被人类发现后，猫妈妈表现得非常平静。而让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半个月以来，小猫们竟没有发出任何的叫声。老板对此很是震惊，没想到几只小猫竟然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，而大家却全然不知。原来猫妈妈为了防止人们发现，于是教导小猫们不要发出声音。或许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孩子。这一刻，猫妈妈的爱感动了所有人。第二天，老板请来了兽医，打算为他们检查身体。可抽屉中的一家5口却不见了踪影，大家四处寻找，最后在角落里发现了他们。
看见有人靠近，猫妈妈露出了狰狞的表情。原来猫妈妈觉得之前的藏身之所已经不再安全，于是连夜带着孩子们搬了家。她很害怕人类会伤害自己的宝宝。兽医表示，接下来猫妈妈肯定会搬出这间办公室。为了小猫们的健康，大家决定对猫咪一家展开救援。但似乎她并不理解人们的好意，没办法，大家只能先将小猫一只只拿出来。很快，小猫们被顺利救援。猫妈妈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发疯似的冲到了办公室外面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要抢走自己的宝宝，更不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半小时后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猫妈妈被成功救援。随后，大家将猫咪一家送到医院进行了检查。医生表示，猫妈妈将小猫们照顾得很好，它们的身体都很健康。故事最后，好心的老板决定收养猫咪一家，但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对彼此的信任。抽屉虽小，但却装满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。无言的教导是母爱的智慧，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却蕴含着伟大的力量。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花猫每天能赚3万韩元，靠着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，它顺利拿到了警局的正式编制。猫咪名为小花，平时的工作是在警局门口站岗，主要负责巡视过往的车辆，防止有可疑人员进来捣乱。对于本职工作，小花没有丝毫的懈怠，也从不迟到和早退。因为家里还有4个宝宝要养活，所以小花每天都得上班赚猫粮。清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清理卫生，帮孩子们洗漱干净后，她便匆忙赶去上班。由于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，所以小花从来没有迟到过。可她是如何得到这份工作的呢？2位小哥指着对面的加油站说，小花原本是只流浪猫，几名执勤人员看见一只猫妈妈正守在一只死去的小猫旁边，大家被猫咪的母爱所打动，于是便将小猫埋在了附近。事后几位好心的小哥将它带回了警局，自此猫咪就成了警局的一份子，它也过上了朝9晚5的稳定生活。半年后，小花幸运地产下了4只小猫，在警察叔叔的精心照料下，小家伙们不仅呆萌可爱，还很健康。每当小花上班时，大家会轮流照顾她的宝宝们，或许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小花一家得到了众多铲屎官的宠爱和关心。为了报答警员们的关照，小花每天都会努力的工作，即便到了晚上，她还在坚守岗位。而此时，孩子们早已进入了梦乡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奶猫们逐渐长大，它们不仅为乏味的工作带来了欢乐，同时也治愈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作为母亲的小花却有些头疼，因为孩子们越来越调皮，一个不注意，孩子转眼就跑没了影。小花连忙追了上去，可还没走几步，家里的几只又想趁机溜走，真是左右为难。结果一转身的功夫，孩子们全都跑丢了，这可给小花急坏了，因为她不想再次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。没办法，小花只能旷工出去寻找孩子，可找了半天也不见孩子的身影。见小花如此着急，几位小哥也加入了搜寻的队伍，也许是和孩子们心有灵犀。半小时后，他发现了小猫们的藏身之所，随后警员们快速赶来，大家合力将圆筒抬起。谁会想到他们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呢？小花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确认宝宝安全才放心的走开。警员们将小奶猫们一只只拎了出来，并且全部送回了岗亭里。虽说孩子们有些淘气，但天下有哪个母亲不心疼孩子呢？为了表彰对小花工作上的肯定，警局里特意为一家5口定制了专属警服。穿上制服的小花正式成为一名花猫警长，样子简直帅极了。而一旁的小猫骂骂咧咧，似乎还不太情愿。小花赶紧上前说道：“傻孩子，这可是铁饭碗啊，怎么一点也不随我呢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 ，respect。”老虎竟然成了小猪的妈妈，而母猪却成了小老虎的妈妈。小猪不仅不害怕，还敢在老虎的身上走来走去。换上马甲的小猪果然不一般，任凭小猪如何取闹，可虎妈一点也不生气。据饲养员说，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1个多月了。小猪是喝着虎妈的奶水长大的，如果有人靠近小猪，虎妈还会站起来保护它。现在虎妈已经完全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而这只老虎的亲儿子却成了一位猪妈妈的宝宝，同时它也是母猪喂养大的。小老虎还有3个兄弟姐妹，对它也是格外关照，一般都是等它先吃完，其他兄弟姐妹才敢去吃。饲养员一把将它抱起，因为这家伙吃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可为什么2个种族要互换抚养呢？原来小老虎出生不久，虎妈便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，没办法，饲养员只能将它们分开。为了安抚虎妈的情绪，饲养员索性将小猪交给它抚养，而小老虎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猪群。除此之外，小老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玩伴，它经常会和小兔子们一起玩耍，但却从来不伤害它们。小兔子也没有害怕这位新朋友，反而很喜欢和小老虎待在一起。由于物种的行为方式不同，它们在一起玩耍时，兔子们会掉毛比较严重，但实际上这是对方表达友谊的方式。看来喝猪奶长大的小老虎的确有些不同，老虎居然和食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大家觉得这份跨越种族的友谊能维持多久呢？眼前这只小猫被8爪鱼狠狠亲了一口，
这可把猫咪吓坏了。这时大叔听到声响走了出来，他一把抓起小猫，今天总算让我逮到你了。大叔说这是只小贼猫，除了他还有另一只主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小花和小辉是一对流浪夫妻，也不知是何原因让他们盯上了这户人家。平时由小花来负责放哨，而小辉来执行具体任务。他先环顾四周，等待时机，确认安全后，小花便会释放信号。在经过仔细观察后，他鬼鬼祟祟地走向目的地。只见小辉用小爪不断扒拉着，随后快速叼起一只，准备逃离现场。可没曾想这次行动出现了失误，小辉的脸部被牢牢吸住，但聪明的猫咪很快便摆脱了束缚，还没来得及美餐一顿就被大叔抓了的现行。这下总算人赃并获了。据大叔说，这两只小贼猫已经是惯犯，这个月自己已经丢了数百条八爪鱼。他们不光晚上来偷，就连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大胆行动。这对夫妻配合相当默契，一只整天有事没事的站在高处侦查，只要院子里没人就会通知另一只。接收信号的小猫马上开始行动。由于是惯犯，小猫的手法和经验十分丰富，抓到八爪鱼后便迅速逃离现场，随后还不忘叫上妻子一起来分享战利品。大姐仔细数了数，发现今天又少了5只。为了阻止小猫继续作案，大叔从隔壁雇来了小白充当保安。这天小花像往常一样行动，却惊奇地发现门外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小花有些不好意思，只能尴尬地舔了舔自己的脚丫子，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昨晚没睡好，还在岗位的保安竟然睡了过去。小花和小辉相互对视，下一秒小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最终他们还是如愿以偿地吃上了海鲜。没办法，大婶买来猫粮，打算贿赂一下猫咪，希望他们能就此收手。可没曾想吃惯了海鲜的夫妻对猫粮丝毫不感兴趣，这让大婶有些束手无策，自己又不忍心将他们赶走。那么为什么小猫这么爱吃八爪鱼呢？这天小花带大婶来到了自己的住所，眼前的一幕让人惊讶不已，原来他们已经生了宝宝。小猫咪好奇地打量着大婶，看样子才只有1个月大小，每只宝宝都非常健康。为了保证足够的奶水来喂养孩子，猫妈妈选择了八爪鱼作为产后营养品，因为八爪鱼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牛磺酸，可以很好的补充哺乳所需的营养。但医生表示，生吃八爪鱼可能会堵塞小猫的气管，甚至导致窒息。由于附近没有更好补充营养的食物，为了养活自己的宝宝，猫咪把目光放到了渔夫家的八爪鱼身上。得知事情的因果后，渔夫大叔立刻为猫咪一家端来了食物，几只小家伙狼吞虎咽的干饭，很快就将碗里的猫粮吃得精光。大叔还将新鲜的鱼肉掺在猫粮中，帮助猫咪加强营养。也许小猫与自己有缘，最终大叔决定收养猫咪全家，从此猫咪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也许它只是一只动物，但我却在它的身上看见了母爱的伟大。包容和善良让生活有爱，人间值得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这只狗每天能赚3万韩元，它是这家超市的收银员，靠着勤奋的工作态度以及5星的服务水平，它顺利拿到了正式编制。超市的小姐姐说，这家伙的工资比自己还高，就连福利待遇也比不上它。狗狗名为奥斯卡，从小就开始在超市打工，现在完全能够养活自己。接着他带我们来到了狗狗的房间，打开柜子，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各种零食小吃和日常用品应有尽有，奢华程度堪称狗界富豪。而小姐姐说这只是她额外的福利，平时的工资基本都给她存着当嫁妆。然而身价不菲的奥斯卡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吝啬鬼，就连玩具都不舍得分享。小姐姐说自己的衣服都没有她多，各种潮牌挂满了整个衣架。虽说奥斯卡不是啥高贵血统，但在穿搭这方面格外注意，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肯出门。小姐姐吐槽自己活得还不如一条狗呢。每天早上她会带着奥斯卡一起上班，对于上班这件事，狗狗表现得非常积极，毕竟难得找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。来到超市后，小姐姐带她来到储存间暂作休息，等恢复体力了，再为她穿上私人定制的工作服。接着狗狗收银员正式上线，奥斯卡已经迫不及待准备迎客上门。几分钟后，超市迎来了第一批顾客，但他们一进店就径直奔向了狗狗，仅仅是简单的握手就让几名顾客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原来几名学生是奥斯卡的忠实铁粉，每天都会来店里打卡。他们说附近也有其他超市，但为了能见到奥斯卡，他们只会来这家买东西。小姐姐说，因为奥斯卡的出现，超市的营业额翻了3倍。由于店里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她的小姨子，小姐姐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的助理。奥斯卡已经成了超市的吉祥物，每天来慕名消费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还有人要刷卡买下它。庞大的粉丝流量不仅给超市带来了营收，同时奥斯卡还有吃不完的小零食。小姐姐说自己忙前忙后，到头来还不如一只狗赚得多。这家伙靠着自己有粉丝，现在的小日子是越过越舒服。这天奥斯卡正在休息，突然好像听到了什么，立刻起身朝着店门口跑去，激动的样子就差开口说话了。原来是超市老板大驾光临，难怪奥斯卡这么激动，对着老板就是一顿狂舔。奥斯卡深知要想工资涨得快，舔狗技能少不了。为了讨好老板，这家伙可谓是煞费苦心，人情世故算是被他玩明白了。看来人家也是凭实力上位的。
眼前的老爷爷抱着狗狗失声痛哭起来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对不起。狗狗名为奥斯卡，迄今为止已经陪伴老两口走过了13个年头。奶奶一边帮奥斯卡梳理毛发，一边哽咽地说着下辈子找个好人家。由于家里贫穷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狗狗看病，现在狗狗身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。望着躺在地上的奥斯卡，奶奶只能无奈地叹着气。老爷爷抚摸着奥斯卡说道：“跟着我吃了一辈子的剩饭，委屈你了。因为老两口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所以经济上并不富裕。眼看着狗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可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老爷爷说他已经时日不多了，现在整日趴在窝里不肯出来，身上的肿瘤让他日渐消瘦。老爷爷很是心疼。此时奥斯卡将爪子搭在了主人手背上，似乎在安慰着主人别难过。病痛的折磨让奥斯卡失去了以往的笑容和活力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会乖乖听主人的话。他经常独自发呆，眼神中充满着对主人的不舍。这天主人破天荒地买来了上好的狗粮，他示意奥斯卡多少吃一些，然而狗狗却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把头扭到一边，选择了拒绝。这时老伴从屋里端出了一碗剩饭，难道他更喜欢吃剩饭吗？奶奶说他吃了一辈子剩饭习惯了。狗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不想让主人再为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。看着如此懂事的奥斯卡，奶奶心里五味杂陈。狗不嫌家贫，对于田园犬来说，一碗剩饭同样也是人间美味。吃完饭后，他会走向小院的围墙，或许这里有着属于他童年的回忆。不久后，狗狗病情加重，但奶奶依旧每天为它梳理毛发。奥斯卡抬起虚弱的手，似乎想要表达奶奶多日的照顾。奶奶用毛巾不断帮奥斯卡擦拭着身体，哪怕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她也要将奥斯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奥斯卡双眼紧闭，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好在节目组为他请来了兽医，医生马上为狗狗做了初步检查。现在奥斯卡的身上布满肿块，情况不容乐观。医生说，如果早点治疗，或许不会发展成这样。老爷爷沉默不语，心里满是愧疚。随后，老爷爷准备带奥斯卡去医院治疗，可当走到家门口，他却停下了，说什么也不肯走出家门。他害怕自己再也回不来了，无论生前是后，家都是他唯一的归宿。最后，老主人只能将他强行拖上了车。奥斯卡望着沿途的风景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都市。几小时后，他们到达了医院，但由于狗狗的年龄太大了，手术时无法进行麻醉处理。老爷爷不断安慰着奥斯卡，希望他能配合医生完成手术，而他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意思。他双眼紧闭，默默承受着身体的巨大疼痛。看到坚强的奥斯卡，奶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在老爷爷陪伴下，几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了。奥斯卡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他知道自己得救了。但医生表示，虽然肿块被切除，可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，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最后的时光里，奥斯卡非常开心，可他多想一直陪在爷爷身边啊。几个月后，他还是倒下了。望着即将离开的奥斯卡，奶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奥斯卡紧紧依偎在爷爷怀里，他深深把头埋了进去，似乎想告诉爷爷自己舍不得离开他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，奥斯卡依旧脸上挂满微笑，因为能遇见对自己这么好的主人，他已经心满意足。此时爷爷嚎啕大哭起来，他哭着对奥斯卡说，下辈子记得找个好人家。老人心里满是愧疚和不舍，虽然他只是一条狗，但却给了老人13年的守护和陪伴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如果遇见请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两只流浪猫彼此相拥在一起，在他们身上上演了一段童话般的爱情。他们的经历完美诠释了爱情的忠贞不渝，至死方休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会更加理解爱的含义。千万不要嘲笑眼前的小橘猫，虽然它腿部残疾，但却有着令无数人向往的爱情。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房子，街边的杂草堆便是他们温馨的小窝。没有美味的肉罐头，可他们却有着无拘无束的自由。每当小辉外出时，小橘会在家中静静等待丈夫回来。当听到小辉的呼唤后，她拖着残疾的双腿来到了街边，残缺的身体让她每向前挪动一步都那么吃力。最终，小橘来到丈夫身边，他们学着人类的样子，用亲吻表达着彼此的爱意。小辉总是深情地望着妻子，尽管他们在一起已经有2年了，可小辉对小橘的爱未减分毫。2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橘无法正常行走，当他奄奄一息地爬到路边时，一个模糊的身影走进了他的世界。从此，小辉便一直照顾着小橘。一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说，自己被他们的爱情深深打动了。每次喂他们食物时，小辉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妻子吃，其实他也很饿，但小辉从来不去吃地上的食物。只有等妻子吃饱了，他才会把剩余的食物吃干净。此时被感动的请扣666。当夜晚来临时，他们会抱在一起，给予对方温暖。这天山顶突然出现一只白猫，小辉立刻变得警觉起来。他将小橘紧紧护在怀里，生怕妻子受到伤害。看到白猫走向了食物，小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流浪猫会经常因为争夺地盘而打架。为了妻子的安全，小辉选择了忍耐。白猫吃完准备离开，
见他走远后，小辉转身追了上去，直接出手教训了白猫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白猫选择了退缩。原来在小辉心里，妻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回来后，小辉抱住了小菊，仿佛在安慰妻子，别怕，一切有我了。守着怀中熟睡的小菊，小辉警惕环顾四周，生怕妻子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两条流浪生命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伟大的爱情，也许没有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即使风餐露宿，也依然可以拥抱幸福。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，大家纷纷慕名而来，并且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。一位小姐姐在小窝的上面放了一把伞，她说希望小辉和小菊不要在雨淋日晒。虽然拥有好心人的帮助，可流浪猫的生活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。为了生存下去，他们会面临地盘和食物的抢夺。然而对于残疾的小菊来说，她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放弃和忍让，这是她唯一活下去的方式。此时她只能期盼小辉早点回来，因为小辉已经是她唯一的依靠。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，这对恩爱夫妻走过了无数的漫漫长夜。这天，大姐像往常一样来探望猫咪，但却惊讶地发现附近布满了垃圾，很明显有人故意为之。大姐连忙四处寻找他们，最终在不远的山头发现了小菊。她躲藏在草丛里，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小菊艰难地爬行着，几分钟后，她来到了街道，不断四处张望着什么。难道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吗？突然，一辆汽车飞驰而过，惊慌失措的她赶紧跑到一边。此时，小辉出现在街道上，他来到小菊身旁，抱歉，我的宝贝，今天又让你饿肚子了。对于空手而归，他深感愧疚，但或许这就是流浪猫原本真实的生活。好心的人们找来救援队帮忙，并且还带来了兽医。救援队立刻开展行动，他们决定采用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。通过大姐的不断引导，小辉逐渐放下了戒备，很快救援就成功了。他惊慌地在笼内窜来窜去，也许此刻他更担心的是妻子的安危。随后，救援人员将小辉放进铁网中，想以此来吸引小菊。不久后，小菊出现在了街道上。当看见笼内的小辉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原本胆小的他此时却没有畏惧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小辉了。相濡以沫的爱早已深入骨髓。两只猫咪被成功救援后，它们马上被送去了宠物医院。经过对小辉的一番检查，医生表示他身体状态良好，而另一边的小菊却没那么幸运。由于双腿长期与地面摩擦，已经让他的双脚露出了骨头，很难想象他每天都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。另外，他的后腿已经变形，通过手术恢复的希望微小，但医生表示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。2个月后，当记者再次看到小菊时，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并且已经能够奔跑行走。奇迹般的故事再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。相比之前的样子，小菊已经脱胎换骨，医生也觉得难以置信，或许他得到了上天的眷顾。故事的结尾，那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收养了小辉和小菊，他们一如既往的每天秀着恩爱，在续着流浪生命中的情缘。即使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，小辉仍未改变流浪时的习惯。妻子没吃饱之前，他绝不去碰碗里的食物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虽然他们只是动物，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爱的光芒。愿世上所有有情人都能拥有一份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的挚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街上捡了一只小奶猫，洗了8遍还是一身黑，看样子才1个月大小。小家伙一脸奶凶的喵叫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找妈妈。小哥伸手摸了摸猫咪，小猫顿时就变乖了。刚认识就动手动脚的不太好吧？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么乖巧又可爱的猫咪，大家觉得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？这一身乌黑，不如就叫小黑炭吧。小家伙喵喵的叫个不停，估计是饿坏了。小哥特意为他烤了一根香肠，这可把小黑炭激动坏了。没想到主人对自己这么好。第一次吃到烤肠的小黑炭已经停不下来了，也不知道他饿了多久。积极干饭的小黑炭快要把竹签咬断了，看样子他很喜欢吃。咬着咬着，剩下的烤肠掉了下来。作为经历过流浪的猫咪来说，自然懂得食物的来之不易。小哥让他吃这个大块的，然而小黑炭看了看，他选择先将地面的残渣吃掉，随后再去吃小哥手里的香肠。小黑知道食物都是小哥花钱买的，所以尽量不去浪费食物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小黑就把剩余的香肠吃光光。随后小哥将另一半烤肠也递给他，大概是心里已经把小哥当成主人了。小黑丝毫没有客气，尽自己全部的努力消灭着食物。在美味的烤肠面前，小黑已经顾不上吃相了，只管埋头干饭。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填饱肚子。以前在外面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今天总算能好好饱餐一顿了。小哥不断旋转着，防止他咬到竹签，毕竟小家伙现在牙齿还不够坚硬。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小黑是个吃货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小哥吃穷呢？转眼的功夫，地上的烤肠已经所剩无几，可小黑还有点意犹未尽。遇到如此可爱的小猫，你会把它绑回家吗？地板上钻出一只小奶猫，紧接着又探出一个小脑袋。这是地板里长猫了吗？原来流浪猫一家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，每天与人们斗智斗勇，直到2个月后才将这一家子翻出来。这还真是藏猫猫的高手啊！每当小朋友们上课时，猫妈妈就会带着孩子出来透风。这群颜值超高的猫咪立马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，发现被人围观，小猫们迅速地跑回了地下，猫妈妈则留在最后，确保自己的宝宝安全撤退。等孩子们都躲起来后，她才钻回了地下。
此时猫妈妈并未离开，而是躲在洞口暗中观察。发现四周安静下来后，它又壮胆爬了上来，看到外面没有危险，孩子们也都跟了上来。猫妈妈也知道这是人家地盘，因此非常谨慎，只有在小朋友们不在的时候，小猫们才能晒晒太阳，舒展一下筋骨。突然小猫听到了异响，原来是小朋友吃完饭回来了，吓得小猫们慌忙四处逃窜。可流浪猫一家为什么会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呢？一位经常喂养这只流浪猫的小姐姐告诉我们，猫咪的上一窝幼崽都去了喵星，它之所以带着孩子生活在地下，大概是觉得这里比较安全。可它是如何进入地板下的呢？通过调取监控发现，猫咪是从外面的墙洞闯进幼儿园的。发现室内没人时，它也会通过窗户进去喂养小猫。随后人们将地板撬开，发现猫咪一家生活在低矮的空间里，不远处还能清晰地看见动物羽毛和吃剩的鱼骨头。这里空间狭小，四周无光，虽然环境恶劣，但在妈妈心里，一家能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每天等小朋友放学后，空荡荡的幼儿园就成了猫咪的乐园。只见它先探出小脑袋观察，360度全方位进行扫描，确定周围没人后，猫咪才敢从地板下钻出来，在地上反复巡视一圈，发现没有危险。猫妈妈连忙呼唤孩子们赶快出来。听到妈妈的呼唤，小猫们一个个高兴地跳了上来。此时这里成了他们的私人游乐场，一只小猫好奇地玩起了滑梯，而另一边的小猫开始练习足球。小猫们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，只有夜晚才是他们欢乐的天堂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久后天亮了，小猫们恋恋不舍地逐一回到了地下。由于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，几只小猫的眼睛已经受到感染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后立刻开展行动。由于小猫在地板下很难捕捉，只能将它们引诱上来，再用挡板将洞口封住。不久后，猫妈妈嗅到了食物香味，一只胆大的小猫也跟了出来。看见妈妈出来了，其他小猫也都纷纷跑了上来。此时猫妈妈非常谨慎地走进笼内，并且巧妙地避开了机关，而下一秒一只倒霉孩子也跟了进去，直接替妈妈踩下了踏板机关。果然是妈妈的好宝贝，这可吓坏了其他小猫咪，躲在地下瑟瑟发抖，而待在一旁的那只还一脸懵的状态。最终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，小猫们很快就和妈妈团聚了。最后只剩下一只小猫不停地呼唤着妈妈。当小猫出来后，救援人员立刻将挡板放下，小猫瞬间慌了神，怎么办？这下回不去了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用毛巾将小猫送回了笼内。随后他们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好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发现一家人都很健康，只是眼睛有点感染，医生为他们滴上了消炎药，估计很快便能痊愈。相信不久后流浪猫一家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这名流浪汉轻轻拂去眼角的泪水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对不起。原来今天是2只狗狗的生日，流浪汉用身上仅有的积蓄买了一个小蛋糕，打算为他们庆祝生辰。2只狗狗头上戴着生日帽，安静地趴在小哥身边，他们满眼期待地等待主人打开包装。看似简单的生日派对，却是小哥精心准备的。他从破旧不堪的背包中掏出2根蜡烛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插在蛋糕上。2只狗狗已经陪伴他走过了6年的时光，食不果腹，风餐露宿便是他生活的常态。可狗狗并没有因为主人的贫穷而离开，反而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小哥身边。或许对于他们而言，有主人在的地方便是家的存在。小哥一边拍手一边为狗狗们唱着生日歌，这一刻寒冷的大街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。尽管流浪的生活是如此艰难，可风餐露宿的日子并未让他失去内心的那份乐观和善良。他从兜里摸出一只打火机，点起了蛋糕上希望的烛光。蛋糕虽小，但却是流浪汉眼中的奢侈品。小小的蛋糕装满了他对狗狗们沉甸甸的爱。看着陪伴自己多年的老朋友，小哥用温暖的手抚摸着狗狗。身为一名流浪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他却有2个视他为全世界的家人。眼前有爱的一幕让人心酸又感动。身体固然在漂泊，但此时的他却并不孤单，因为有了狗狗们的陪伴，流浪汉漂泊的心便有了可以停泊的港湾。他将切下的蛋糕分给了狗狗，而2个小家伙也很懂事，如同孩子一般乖乖地等待主人为自己分蛋糕。一颗善良与感恩之心让陪伴他的狗狗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爱。他是一名流浪汉，但他的狗却不是流浪狗。狗狗们都吃上了美味的蛋糕后，流浪汉才为自己切了一小块，可只是品尝了一口，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上了眼角。或许他哭泣是因为没有给狗狗们一个温暖的家，又或者蛋糕的味道让他想起了曾经的家。愿这世上再无流浪，也希望每个淋过雨的人都能想着为别人撑一把伞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他千辛万苦从垃圾桶翻出一块碎肉，转身却将肉递给了死去的妈妈，而自己每天喝脏水、吃石头、喝草根，200个小时的日夜守护，只为能等到妈妈醒来的那天。因为只要在妈妈身边，他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流浪。在猫咪的认知里，他觉得妈妈只是睡着了。为了唤醒妈妈，小猫每天都会帮母亲清理毛发，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理自己。当夜幕降临，小猫紧依偎在冰冷的身体旁，他试图将自己的体温分享给妈妈，可即便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
他始终没能得到妈妈的任何回应。无助的他只能在小巷深处苦苦守候。一位热心的大姐说，之前经常可以见到猫妈妈带着小猫在附近觅食，但最近一直没有看见它们的身影。大家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找，最终在一条小巷里发现了小猫。它害怕的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神无助的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。小哥通过缝隙观察到，猫妈妈的身体已经干枯，显然已经去世多日。可此时离开巷子的小猫去了哪里呢？最终小哥在一处墙角发现了它。小猫正大口喝着管道旁的脏水，喝完水后，它又迅速回到了妈妈身边。没有妈妈的照顾，小猫只能靠喝脏水充饥。即便如此，它仍不分昼夜地守在妈妈身边，用它娇小的身体温暖着母亲那颗冰冷的心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靠着与妈妈一起度过的美好回忆，小猫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。此刻，它多么希望妈妈能醒来陪陪自己，可怜年幼的它却只能坚强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。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时，饿了一天的小猫才敢小心翼翼地出去寻找食物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现了它。眼前的一幕着实令人心酸。小猫躲在花坛里，正大口吞咽着泥土，接着又找到一棵树根啃了起来。看它的样子，真的饿坏了。当门被打开时，猫咪快速逃离了现场。过了许久，街边再次出现了小猫的身影，不知它在哪里捡到了一块碎肉。随后，猫咪快速地跑回了家里，它将好不容易找到的肉放在了母亲的身旁。小猫自己靠吃泥土和树根充饥，却将肉留给了妈妈。傻傻的它还期盼着妈妈能再次醒来。就这样，它从夜晚守护到天亮，因为它清晰地记得，妈妈以前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。可这样艰难的生活对它来说又能坚持多久呢？看到如此可怜又懂事的小猫，大家决定立刻开展救援行动。然而对于陌生人的靠近，小猫显得十分害怕，它惊慌失措地窜了出来，挣扎着冲着人群嘶吼。最终，猫咪被成功救援。它好奇地打量着陌生人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命运。见到小猫被顺利救援后，邻居们都露出了笑容。当看见医生正在处理母猫的尸体时，小猫紧紧注视着妈妈，它一遍又一遍地呼喊。也许是无法接受妈妈的离去，小猫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过躺在地上的母亲。但今后它必须要学会独自生活了。热心的大婶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随后，小猫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。对于周围陌生的环境，它显得十分害怕。接着，医生为猫妈妈进行了检查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它的胃里装满了各种塑料垃圾。医生表示，这是导致母猫死亡的直接原因。然而，小猫的检查报告也让所有人惊呆了，因为猫咪的身体里除了泥土石块和树根，没有其他任何正常的食物。它把能吃的食物全部留给了妈妈。医生说很难相信它能活到现在。工作人员抱着它准备和妈妈做最后的告别。小猫拖着虚弱的身体慢慢爬向妈妈，它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，感受着那份熟悉的温暖和母爱。当医护人员将它抱走后，小猫的目光依旧没有从妈妈身上移开，眼里满是不舍。也许此时它也明白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，哪怕是如此冰冷的怀抱，它也不愿离开。对于它来说，妈妈就是它的一切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爱的完美诠释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两只流浪猫真实演绎了母子情深的博爱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。